联大通过挺乌决议，印太战略中心的印度为何站队中国呢？大家好，我是肖映华。作为中国的邻居，印度一直以中国为假想敌，但这次联大会议表决却与中国站在一起。印度为何不彻底倒向西方呢？在俄乌冲突爆发刚好1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西方国家在联大会议现场起草了一份挺乌的决议，表决结果141票赞成，7票反对，而中国、印度、伊朗等32个国家投了弃权票。作为美国印太战略中心的一向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印度，这次居然和中国站在一起，这确实感到有点意外。那么为什么印度不彻底倒向西方而站队中国呢？因为有着相似的情况，印度一直都把中国视为超越的对象，但奈何自身水平有限，为此印度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的亲密起来。尽管印度一直以来也以他们同西方国家关系友好为荣，但实际上说来，这次投票中立才是印度唯一的选择，这与站队没有任何关系。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不错。在去年俄乌冲突正激烈的时候，印度就能顶住压力，不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甚至继续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对此，国际上曾普遍认为，由于印度自身的军工产业薄弱，难以达到印度军方对军事力量建设的要求。俄罗斯又一直是印度最大的武器销售国，因此印度必然会靠近俄罗斯。但这几年，不论是阵风、F-21、C-130还是 M777，可以看出印度与西方国家的距离在不断的拉近，甚至就连 F-35，美国都有考虑出售给印度，并且以往针对中国的亚太战略也因为想让印度的加入而变成印太战略，可见西方国家对印度的用心。但印度一直没有完全倒向西方的原因，其实并不在俄罗斯身上。实际上，印度一直期望整个世界出现多极化，为此印度必然不会成为某个国家的小兄弟。同时，从印度这几十年的动作来看，印度一直秉承着大陆边沿向中心扩张的政策，这也决定印度强权主义。尽管不看好印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印度也是国际上有数的大国之一，不论是 GDP 增速还是国家发展，印度甚至都可以超越一些老牌的欧洲国家。在这一背景下，中立两头吃是最好的政策，而印度也确实这么做的。尽管美国对印度许下了诸多好处，但因为巴基斯坦的缘故，印度天生就不会信任美国。至于俄罗斯，印度尼赫鲁大学的学者就对俄印之间会闹翻抱有肯定的态度。在美国不断在东南亚整事儿的时候，我们对印度也应该多加注意，别因为印度一时的安静而放松警惕。毕竟当年印度发起过对中国的进攻，并且中印边境争端一直没有停止下来。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